大家好，我是分享健康的邱医生。新冠呢，已经有一段时间啊，很多人慢慢开始恢复了，但是很多人会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确实是转阴了，但是还在咳嗽啊，包括我自己啊，我也有点咳嗽。那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一直咳呢？前几天呢，看了一下一些大师的一些采访啊，他们认为恢复的慢，其实跟湿气重有关系啊。湿气长眠悱恻，对吧？非常的长眠啊，就容易导致这个恢复比较慢。那么如果确实出现这种咳嗽的情况呢？应该怎么样去处理？要分两种情况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你是一个比较懒的人，或者说你家里附近抓中药不太方便的人，那你可能就直接买点西药吃啊，这个就算了。这种呢是属于感染后咳嗽嘛，西药呢一般可能是从几个角度来讲。第一个呢就是莫鲁施特钠，莫鲁施特钠呢它是一种白三烯抑制剂，它是可以就是抑制白三烯的分泌，一些炎症的分泌，来减少这种咳嗽的这种表现。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马来酸胺苯那米啊，马来酸胺苯那米呢它是一种抗过敏药，因为这种咳嗽呢就很像那种过敏性的咳嗽，也是可以考虑去尝试的啊。那还有另外一个药呢，叫复方甲氧那明，它是包含马来酸胺苯那明在内的几种药的4种药的一个组合。它的主要的作用呢，也还是镇咳，就是不让你咳，就很简单啊。为什么你会有咳嗽呢？是因为你还有邪气啊，还有病邪刺激到你的肺，你就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咳嗽排痰的反应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去除邪气的一个过程。那么西药的逻辑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怎么老在咳，你他妈别咳了，直接给你摁住，这邪气咱们不管它。所以呢，很多人他用西药以后，他发现好像效果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邪气还在，所以人体的自我反应还是会想要去把它给推出去。你只是用药去压住它，你一不吃没压住，它还是会有那种排出邪气的一个反应。确实我也碰过不少，就是感冒以后啊，感染以后咳嗽3个月、6个月都不好，吃西药也不好，那就还是找我吃中药。那中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也要分2个方面，一个呢，我们要看你是普通的咳还是热咳啊，或者我们通俗一点来说，你是寒咳还是热咳。如果你是寒咳或者普通咳嗽，我们怎么来判断呢？很简单，就看你有没有痰，或者说你痰的这个状态，你的痰是白的、清晰的、少的，那是能够咳出来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们通常认为是寒咳。或者叫普通偏寒咳，为了跟热咳来做一个对比，我们就叫它寒咳吧。这种寒咳的状态呢，其实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处方可以去用的啊。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，我在网上已经说过好几遍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我用这个方子比较多，效果也非常的好啊，这个是个人经验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呢，是从这个伤寒论里面来的啊。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条文呢，就叫做喘家做桂枝汤加厚朴杏子加，很简单的一个反向过来的逻辑，就是如果老是有喘咳的人，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是效果很好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的处方的剂量我是发过的。那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搞中药的太麻烦了。能不能有一些中成药？确实不想煮中药，行不行？也可以。我有一个中成药叫做复方甘草片，严格来说不算100%的中成药，因为它里面加了一点东西。比如说呢，首先肯定是有甘草啦，甘草它本身是有止咳的作用。那还有阿片，没错，就是林则徐灭的那个阿片，它也是有一个中枢性的镇咳作用啊。我以前听故事会的时候说，有人说有些就是有瘾的人会买这个复方甘草片去喊啊，可能就是里面有这个阿片的这个成分，但这个未经证实啊，只是坊间传闻。那么这个是寒咳，另外一种是热咳的。热咳怎么样去判断呢？就是痰很黏很黄，而且呢可能会比较多，甚至有一些它可能是铁锈样的痰，同时呢它可能咳到有点喘，而且呢出汗也比较多。这种呢汗出而喘，同时呢甚至有可能热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情况下，它可能会出现鼻翼的煽动，气比较急，同时呢舌头很红啊，舌苔很黄。那这种状况下呢，我们就叫做热咳啊。热咳呢，伤寒论里面也有方子的，叫麻杏石甘汤，麻黄、杏仁、石膏、甘草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针对热咳的一个处方。如果你还是说我不太方便煮中药，那有另外一些这个针对热咳的一些中成药，比如说冬苓草片、川贝枇杷膏啊、抗病毒口服液啊，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。在新冠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坚决不推荐抗病毒这些含量的药物的，它很容易这个损伤你的阳气啊，导致你的恢复比较慢。当然到了这个热咳的阶段啊，这些药物就可以用得上了，像兰葶口服液啊、蒲地蓝啊、抗病毒啊等等啊，这些广东的老百姓特别喜欢买的东西。到最尾巴出现咳嗽，而且必须是热咳的时候呢，才用得上。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感冒后或者说新冠后咳嗽的处理的方法。我们前面介绍了西药介绍了中药。那西药的逻辑呢，前面也说过了，就是让你别咳了啊！我不管你这个邪气在不在，不管你这病毒在不在，反正就是他妈别给我别咳了，是吧？中药的逻辑呢，它也有镇咳的这个成分啊，就叫你别咳的成分。那同时呢，它会帮你去除你的邪气，相对来说呢，更加的治根治本一点。具体怎么用呢？你自己去选择啊。你可以图方便，我先吃点西药算了，不行我再换中药。
确实有这样偷懒的人。那我自己在家里是自己煮中药吃，因为很方便，其实也不难啊。你知道怎么开方买药的话，就家里搞个锅炖一下，其实也很方便的啊。那么今天关于感冒后、新冠后咳嗽的内容呢，就先讲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新冠恢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，我们再讨论一下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